在美国的一个宁静乡村小镇里，一家5口人留下一位15岁的少年前往城区中购物，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警方迟迟没有更新的进展，当地民众之间开始流传起了这5口人被各种恐怖势力屠杀的谣言。随着真相的逐步揭露，该事件震惊了整个美国社会。这件事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威斯康星州是美国中北部的一个州，紧邻5大湖区。这里的夏天长而温暖，冬天短而严寒。故事就发生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一个小镇里，名为库欣镇。库欣镇气候景观多变，季节间的温差很大。1991年4月22日，当地警方接到报案，15岁的布鲁斯·布罗尼泽向警方说道：“我的家人们失踪了，他们去了明尼阿波利斯购物，就一直没有回家。”经过询问，警方了解到失踪的成员有布鲁斯的父亲尼克·布罗尼泽、尼克的女朋友露丝·贝伦森、露丝的2个女儿海蒂和明迪，以及尼克和露丝5岁的女儿克里斯托。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布鲁斯家人们莫名失踪的消息开始在小镇上被越来越多的人得知。库欣镇的群众们都很震惊，5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留下一个15岁的男孩呢？人们怀疑这5口人是否遭遇了不测。案件在彼时也开始被疯狂的谣言所困扰着，毒贩、撒旦的崇拜者和小镇上一个存在很久的、经常挥舞着斧头吓人的疯子，都被认为是潜在的嫌疑人。首先，警方从布鲁斯的父亲开始着手调查。他们追踪了尼克在失踪前几天的活动。警方了解到，尼克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没有觉得尼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尼克的同事告诉警方，他很受旁人的喜欢，为人也受到朋友们的尊敬。尼克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着正常的生活，而他的周围更是没有什么仇人可言。这就非常奇怪了，难道这5人无故的失踪真的和毒贩、撒旦教或是库欣镇上的那个疯子有关吗？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调查人员搜查了尼克的拖车，试图寻找这5人失踪的线索。尼克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这辆破旧的拖车里面。拖车位于一片茂密的树林中，并且与公路的距离较远。由于高大茂密的树木遮挡，开车从公路上经过，根本看不到这里面有一辆拖车。调查人员开始在这辆拖车里面寻找线索。这里非常的脏乱，各种杂物摆满了地板、沙发，厨房中的食物残渣到处都是。但是最终，这里没有任何能够给调查人员具体指示性的线索。就这样，案件进展停滞了10多天，警方仍在持续地进行各种方向的调查，但并没有更重大的发现。到了这个时候，通过报道得知此事的库欣镇的居民们，无不对这家唯一剩下的孩子表示关心和慰问。人们都在期望着这5个人能够平安无事，重新回到男孩的身边。直到1991年的5月11日，警方有了重大的发现。这一天，距离布鲁斯最后一次见到他失踪的家人们已经过去了18天了。一位钓鱼爱好者在这一天正从鳟鱼溪钓鱼回家，由于想快些回到公路上，他决定走另一条更近的小路。正当他穿过杂乱的树丛时，他震惊地发现一辆烧毁的汽车被遗弃在这里。由于之前的相关报道，人们都知道了布鲁斯失踪的家人们前往市区是开的什么车。那是一辆比较老旧的旅行汽车，而这与被烧毁的那辆汽车的款式不谋而合。理所当然的，这个发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随后，让所有人心头一沉的线索出现了。警方发现汽车上有人类牙齿的碎片。新发现的线索很快就在小镇里流传开来，更多的流言蜚语接踵而至。有人烧毁了一辆汽车，汽车里发现了人骨碎片。一个15岁男孩的5个家人神秘失踪。突然之间，这起案件不仅被库欣镇报道，它甚至受到了威斯康星州乃至全美国新闻报社的重点报道。杀害汽车中遇难者的凶手是谁？这辆烧毁的汽车以及里面发现的牙齿碎片会和布鲁斯失踪的家人有关系吗？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警方发现这辆旅行汽车经历了相当大的火势燃烧，以至于汽车尾部的一块波纹金属板都被融化掉了大半截。这里面除了车辆主体的金属框架，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调查小组叫来了法医专家，试图从中找到可能还存在的细微线索。法医小组赶到了现场，正是在这个波纹金属板下，法医专家发现了人类的牙齿碎片。1991年5月17日，这是距离发现被烧毁的汽车的6天之后。法医小组的鉴定报告出来了，通过对现场牙齿碎片的分析，他们找到了几位与其身份相匹配的成年人。除此之外，这些牙齿碎片不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的。根据法医专家的鉴定结果显示，其中未成年人牙齿碎片的鉴定报告显示了它来自一个5至6岁的小女孩的牙齿。然而，这些死者的最终死因无法仅仅通过对牙齿碎片的鉴定就能够确认，因为死者的骨头几乎已经被大火烧成灰烬了。原本的传言因为这次的发现愈演愈烈，人们认为这个15岁的不幸的孩子的家人们肯定是卷入了什么事情当中。在威斯康星州这座名为库欣的小镇里，人们对这个15岁的男孩充满了同情。他们对前来这里采访的人员说道，布鲁斯甚至都还没有成年，但他的家人们却全部都消失了。距离发现汽车的第7天，1991年5月18日，2通电话让整个事件有了重大的突破。第一通电话由一位律师在这天上午向警方拨打。这名律师向警方说道，听着，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有个客户可能对最近的失踪案件知道些什么，他在问我关于豁免的事情。随后警方接到了第2通电话，一个名叫杰西·安德森的人拨打了这通电话。杰西向警方透露了整个事件的元凶，一个主要嫌疑人开始被警方锁定。据杰西自述，被烧毁的汽车与布鲁斯一家5口人有关，并且他的这5个家人都死了。车上的人骨余烬和牙齿碎片就是属于他们，但是他们的最终死因不是来自于大火的燃烧，汽车发现的地方也不是第一作案地点，他们真正的死因是枪杀。而自己之所以透露这些消息，是想得到证人豁免权，因为是他向凶手提供了子弹。知道这个消息的新闻记者们纷纷来到了警察门口露营过夜，他们都想拍到整个威斯康星州最臭名昭著的杀手。杰西向警方透露道，4月22日，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做到了。我问他做了什么，他说，我把他们都杀掉了。我很惊讶他真的这么做了。他继续对杰西说道，我的父亲，他的女朋友，还有剩下的那些。是的，杀害布鲁斯一家5口人的凶手就是年仅15岁的布鲁斯本人。杰西向警方继续解释，我开车去了布鲁斯那里，一到地点他就给我看了他们的尸体，以及向我解释了案发地点和案发的过程。原来4月22日那天早上，出门购物的只有布鲁斯的父亲尼克和他的女友露丝，以及他们5岁的孩子克里斯托。在这天夜晚，布鲁斯用钓鱼线将露丝的2个孩子海蒂和明迪绑了一整个晚上，等待着其他人的回家。无意之中，他听到了这2个孩子在讨论如何逃跑的计划，于是布鲁斯朝每个人的头上都开了一枪。之后他在一扇开着卧室窗户的房间里等待着自己的父亲和他的女朋友以及克里斯托回家。根据杰西的口供，当尼克他们出现在拖车外面时，布鲁斯对着他的父亲喊了一声，然后扣下扳机，当着他父亲的面杀害了5岁的克里斯托。没等尼克反应过来，子弹再次从窗户里射出，击中了尼克的头部和胸口，尼克当场死亡。露丝看见这一幕，冲进了拖车，打电话给治安官，但被布鲁斯命令出去。然后布鲁斯朝他的后脑开了一枪，随后他给杰西打电话，杰西·安德森帮他把尸体装进了旅行车里面，然后开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放火点燃。是杰西给了布鲁斯步枪子弹，并建议他杀了这一家5口人。警方找到了杰西·安德森，让他指出作案凶器藏匿的地点。他指着一个池塘说凶器会在这里找到。随后一名调查人员找到了那把步枪。布鲁斯·布罗尼泽被逮捕，并被指控谋杀了他的5名家庭成员。当地媒体报道告知人们布鲁斯是重点嫌疑人的时候，
原本同情并给予布鲁斯安慰的社区人员们都震惊了。布鲁斯就读的高中老师还向记者透露道，他是一个非常普通，完全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普通男孩。人们都不敢相信这个15岁的孩子竟然残忍地杀害了这么多人，其中还有3个年幼的小女孩。群众对布鲁斯的情绪从一开始的同情变成了悲伤和愤怒。当时的新闻记者回忆道，这是个可怕的犯罪，连整个威斯康星州的人们都被震惊了。布鲁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人们很疑惑，他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家人，然后把他们烧成灰烬呢？关于布鲁斯一切的作案动机，只有唯一的一句话，那就是布鲁斯的辩护律师声称道，他曾经受到过自己的父亲在身体上和情感上的虐待。除此之外，布鲁斯没有透露关于作案动机的更多信息了。人们觉得布鲁斯肯定是疯了，他可能患上了精神上的疾病。由于案件的严重性，布鲁斯以成年人的身份被起诉，他被判谋杀尼克·布罗尼泽和露丝·贝伦森的罪名成立。精神科医生在法庭上辩称，布鲁斯认为他在杀死女孩的母亲后杀死他们，是在帮助这些女孩。布鲁斯谋杀女孩的行为被判无罪，理由是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事实上，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的注意，杰西和布鲁斯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尼克是布鲁斯的亲生父亲。这一家5口人的遇害案在杰西·安德森打给警方的一通电话后迅速告破。杰西因为对自己兄弟的犯罪行为出庭作证而得到了豁免权，但布鲁斯最终被判终身不得离开麦迪逊的门多塔精神健康研究所。2013年，布鲁斯被转移到了州立监狱，此后他又在精神健康研究所和监狱之间转移了好几次。布鲁斯·布罗尼泽将永远地在这2个地方度过他的余生，他也永远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曾经对布鲁斯表示同情的社区人员们，如今还是有人相信布鲁斯在案发之前肯定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这才会让他做出如此恶劣的行为。但是无论如何，任何时候，请不要用自己宝贵的人生来为自己的冲动买单。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我，点赞也能让我做出更好的视频。轩辕在这里真诚地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生活是美好的，照顾好自己，各位。我是独孤轩辕策，我们下期视频再见。